直奔主题。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人类文明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基于大国竞争、核武扩散、资源争夺等现实矛盾的理性推演。当北约东扩与俄乌冲突交织，当中美对抗从贸易战蔓延至军事围堵，当伊朗、朝鲜的核计划持续刺激国际神经，这些冲突的火种是否终将引爆全球战火？历史从未缺少警告。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声，2001年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，2022年俄乌冲突的长期化，每一次局部危机都在试探人类理性的边界。而今天，高超音速导弹的呼啸，太空卫星的潜在攻击，网络战的隐形较量，让战争的形态更复杂，也让误判的风险更致命。但危机并非完全无解。科学家们发现一个关键变量：人类的心灵状态。当社会陷入灾难想象时，日本的地震演习能将伤亡减少60%。当创伤席卷而来时，战后心理救援能让80%的受难者重建生活信心。当孤立感蔓延时，志愿者的第三度生活空间能凝聚起100万人的互助网络。这些不是虚幻的安慰，而是被多次危机验证的生存智慧。一边是战场上的硝烟，士兵们紧握武器，眼神中充满恐惧与愤怒；另一边是心理救援现场，志愿者轻拍受难者的肩膀，递上一杯热水，对方紧绷的肩膀逐渐放松。勇气不是没有恐惧。一位参与过多次救援的心理医生轻声说，这种心灵的韧性正在创造一个4年的缓冲期。它不是政治家的谈判桌，不是军方的演习场，而是每个普通人面对危机时的选择：是陷入恐慌与对抗，还是用理性想象灾难，用志愿服务凝聚力量，用心理救援治愈创伤。数据显示，经历过心理干预的社区在后续危机中的恢复速度提升3倍，而持续参与志愿活动的人群对战争的恐惧感降低50%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不可避免吗？从地缘政治的博弈看，风险在攀升；但从人类心灵的进化看，转机也在浮现。当85个国家共同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，当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放下分歧，当全球志愿者在灾难现场筑起生命线，这些瞬间证明对抗不是唯一选项。最后4年的缓冲期是危机，也是契机。它考验的不仅是国家的军备与外交，更是每个普通人能否在恐惧中保持清醒，在冲突中坚守善意，在绝望中播种希望。因为最终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导弹的射程，而是心灵的宽度。当未来的历史书写下这一页时，它会如何评价我们？是作为被危机吞噬的一代，还是作为用心灵力量改写结局的一代？答案就在你此刻的选择中。